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老公想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给他妹妹的儿子治癌症，我不同意，他就要和我离婚。最后把钱给了他们后，孩子却没救回来。他妹妹疯了，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一直不松口，我儿子也不会死。你怎么这么恶毒？我哥当初应该跟你离婚，我儿子死了，你也不想好过。”于是他在我接送女儿上学的那天，把我推到车来车往的马路上。在睁眼，我回到了老公跟我说想把房子卖了那天。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身上似乎还残留着被车撞飞后又被碾压的余痛，下意识地走到女儿的房间。她很乖，自己一个人也在好好学习。随后便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地，从兜里掏出手机看日期。我重生了，重生回我老公商量卖房的这一天，咬紧牙关，恨，实在是太狠了。上一世我在老公软磨硬泡下答应了把我们住的学区房卖了给他妹妹的儿子治癌症，但后面孩子依旧没抢救过来。从此我小姑子就记恨上我了，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一直拖着不答应卖房，他儿子也不会死。那段时间全家气压都很低沉，我老公更是逼着我向他妹妹道歉。突然有一天，他主动说要和我一起去接女儿放学，我以为他想和我缓和一下关系，没想到原来他只是想让我被车撞死。他当着女儿的面，突然把我推到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正是下班高峰期，马路上的车辆开得又急又猛，我被忽地撞飞后，还被来不及刹车的车辆碾压了。我死之前看着小姑子死死搂住我女儿，不让她跑过来，鲜血从额头流到眼睛里，逐渐看不清女儿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和小姑子嘴角勾起得逞的笑的模样。好在老天有眼，让我重来一世，这次我一定要远离我老公这群伥鬼，保护好我的女儿。我老公一回来就看见我抓着手机，呆呆地蹲在女儿房间前的样子。你做饭了吗？他边换鞋边对我说。我抬起头看他，没说话。他皱了皱眉，自顾自地走进客厅，但我知道下一秒他就会说起卖房子这件事。不出我所料，老婆，跟你商量个事。我假装不知道，一般走进厨房。女儿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每天都必须好好吃饭才行。我没回他，他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小东查出了癌症，需要蛮多钱治的一个病。我想把我们家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卖了，给他们周转一下看病。小东是他侄子的名字。前世的我听到这些话，手里的锅铲咚的就掉下来。纵使我这次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心悸了一下。我不同意。我的声音从厨房里传进邓景明的耳中，他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之前他们一家为了这个病花了几十万，像打水漂一样，说实在负担不起，又跑来找我老公帮忙。我拒绝了之后，就全家人轮番上阵给我洗脑，人命关天。最后更是放出狠话，不肯帮忙就离婚。当时为了女儿以后的幸福，就忍气吞声，答应把房子卖了。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引狼入室了。我沉默的这段时间里，邓景明已经来到了厨房门口，但始终没走进来一步。我瞟了他一眼，以前家里都是我做饭，他从不进厨房一步。现在想起来，凭什么我就要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着他？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总是给我洗脑，以后结婚了，他主外我主内，他妈喜欢贤惠的女孩之类的话数不胜数。结果到现在家里的消费全都是我和他一起支出的。我现在工资和他差不了多少，家里金钱付出的也不比他少。我倒是完成了当初的诺言，
结果现在室外要我一起承担，那只有我一个人顶一片天，越想越气，我直接摔下手里的铲子，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带着女儿出去吃。她没察觉我的不对劲，跟在我的后面一直絮絮叨叨。不就小东的话，我良心不安。这孩子毕竟也是我俩一起看着长大的，最后更是把声音量拔高。江如，你能不能认真点听我说？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人命关天，又是人命关天。他妹妹儿子的命，凭什么一定要用我女儿的前途来换？我反问他，把房子卖了，女儿怎么上学？是个好苗子，到哪里都能发光的。到时候我们把房子卖了，就可以回我爸他们那里住，还能节省一笔租房的费用。最后他看见我开始换衣服了，才卡了一下。你要去哪？我牵着女儿的手就往外走。我和女儿到外面吃，你自己看着办吧。随着家里的大门被关上，邓景明颓废地坐在餐厅的椅子上，看着空荡荡的餐桌，挠了挠头。第二天，我婆婆如同上一世一般给我打了电话：“小茹啊，你和景明带我孙女回来吃顿饭吧，妈妈好久没见你们了。”我随便应付两句就挂断了电话，嘴上叫的亲密，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随意的喊我们回家吃饭一样，但实际上是昨晚我拒绝了卖房子这件事，准备着这次吃饭给我做思想工作呢。上一次因为女儿下课要去补习，没见到他们一家子逼迫我的丑恶嘴脸，甚至我们把房子卖了之后，我还帮着老公他们一家说好话打掩护。这次我直接把女儿带过去，让她见识见识他爸爸一家会干的好事，也好给孩子一个心理准备。等我和女儿赶到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菜，但人不多，只有公公婆婆和他们兄妹俩，小姑老公一家都没来。我看着满桌子的菜，不禁想翻白眼，还勾起了我一些不好的回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在女儿出生后才搬进去的，刚结婚那会儿，我们都是和邓景明他爸妈一起住的。刚结婚就亲亲热热的叫我们交伙食费，每天回家吃饭。但每天下班回来吃饭的时候，都是一些他们一家吃剩下的剩饭剩菜，一坐下吃饭就唉声叹气，说菜多贵，米涨价了，暗示我们多涨家用。但一到他女儿和女婿回来，就摆上大鱼大肉。等人走了，我们又继续吃他们剩下来的菜。生了女儿的那段时间更是离谱，每天在我坐月子的时候故意刁难，但好在那个时候我和邓景明还是一条心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老太太不时暗戳戳地问我们什么时候生二胎，得知我们现在准备只要一个后，更是直接黑脸，气得我妈直接大包小包来照顾我坐月子。邓景明看到我隔壁的女儿后，扯了扯嘴角：“怎么把小宝带来了？不是要上补习班吗？没事的，这么久没来看爷爷奶奶了，少上一天也没关系的。”我有点好笑地看着他，脸上好像面具破裂了一样。邓景明，看来你的好爸爸形象很快就要破裂了哦。他妈看到我们后，更是笑脸盈盈地带我们入座。小茹吃多点呢，好久没回来家里吃饭了呀。可惜平静的气氛没过多久就被我小姑子打破了。她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哭出声，好似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一般。嫂子，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救救我们家小东。话说的含糊，但全场除了我女儿都听得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老公没说话，只是埋头吃饭，真是讽刺。为了让我松口，故意上演一出大戏。我勾起嘴角，小芳啊，什么帮不帮啊？你们家不是还没卖房子吗？说明事情还有转弯的余地，赶紧现在把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挂出去，应该能顶上治疗费用。他像是哽住了，尬笑了一下。他自己家的房子还没卖呢，
怎么就要把我女儿要上学的房子卖掉呢？其实小姑他们家的决定是放弃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病不太好治，而且治疗费用很高。终使她公婆手里还有钱，也是不愿意治的了。他们的打算是夫妻俩还年轻，还能生第二个孩子。只是邓婉芳自己心里不甘心，回来找他哥帮忙，把他哥逼上墙角，搅得他家鸡犬不宁，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老太太却这时候出来帮腔：“小茹啊，你们家只有小宝一个女孩，我做主啊。”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大跌眼镜：“把小东治好以后，给你们算半个儿子，以后你们老了也算有儿子养老啊。”我下意识看向身边女儿，小姑娘手里还抓着筷子，神情木木的，细看眼圈还有些微红。我老公和我公公依旧没说话，似乎是默认了这件事。我也不客气，随即呛了回去：“没事，以后他养好他妈就行，我有我女儿就够了。”桌子下悄悄地拉着女儿的手，看着小姑子：“你公婆手里不是还有钱？你们全家自己凑一凑还是够的。”身边的邓景明却猛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你几个意思？江如我都答应小婉先把钱给她了，你让她回去找她老公爸妈，不是让她难做吗？”抬头，一桌子的人都盯着我，每个人眼神里都带着自己的小算计，只有女儿在桌子下又重新牵住我的手，好像要安慰我一般。我斩钉截铁道：“不行就是不行，他儿子的命非要用我女儿的前途去换吗？人家自己都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怎么就轮到你当救世主了呢？说实话，他儿子是无辜的，是很可怜，但我做不到为了救他的孩子而牺牲我女儿上更好的学校的权利。我可以同情他，但没有义务要把房子卖了去帮他。但凡借个几十万，我都能肉疼把家底掏一掏，但张口就是卖房子，我实在是做不到。我也有自己的小孩要管，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前一世就是经过这次饭局，我心软了，才导致那样的结局。这次我不可能再犯了。临走时，邓景明撒气般对着我说：“让我们娘俩自己回家，我先把我妹送回家，晚上路黑她自己回去，我不放心。”刚刚没顺了他的意，就开始给我摆脸色，像个得不到糖的孩子撒泼。明明开车可以一起回去，先送他妹妹再回家也没问题，但他偏要选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我直接撂下一句：“那就离婚吧，把房子卖了，财产平分，给你个当救世主的机会。”我牵着女儿走出了公婆家里，一路上两个人都非常沉默，周围的气氛非常低沉。说出来那句话后，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松了一口气。现在我终于可以不再考虑他家的那一大堆破事了。我紧盯着手机，心里那股烦躁劲不由得又涌上来了。手机里正排着长长队伍的打车软件，似乎也映照着今天的事事不顺。一想起他刚刚的那句话，就忍不住想骂死当初的自己。邓景明现在开的这辆车，还是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一起买的，现在倒好，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专属。这男人当初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都是虚的。现在我才发觉，只有钱拿到自己手里才是真实的。曾经再甜的甜言蜜语，现在却成了砒霜。上了车之后，我才发现坐在我隔壁的小姑娘眼圈又红红的。我连忙把她搂在怀里，轻声问：“小宝，你怎么了？”她扭过头去，小小声地说：“只是沙子进眼睛了。”我揉了揉女儿的头，这么乖的孩子，不由得让我又开始心疼她。女儿从小就懂事，长这么大还没怎么让我操心过。很小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她。邓景明他妈因为是个女儿，从不搭把手。
但很幸运的是，小宝小时候经常不哭也不闹，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身边的人都夸他是完美的天使宝宝。长大了以后，更是学习非常自主，从不让我操心。这么好的孩子，我希望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托举他以后的人生。这次阻碍我的人，通通都要踢开。回到家里，我让女儿快去睡觉，而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思考着。家里静悄悄的，眼下我却管不了这么多。我火速联系了有这方面相关经验的朋友，了解一切的流程手续，请算出我们2个共同账户名下的所有财产，联系中介准备把房子卖出去。他愿意当福妹狂魔，我就让他去。我相信，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要不顾一切卖房救我弟的孩子，他也会选择和我离婚的。所以我不需要对他仁慈，我不可能让他耗尽我们之间的一切去当大圣人。邓景明一回来就看到我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还没熄灭。他像往常回到家一样，打算像平时先过来抱抱我。我知道这是他服软的态度，难道他还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待我吗？我冷冷着脸，挣脱开他的束缚。爱他的时候，这样的动作会让我感到甜蜜；不爱的时候，只会让我作呕。明天我们就一起去找律师谈，家里的财产对半分，车给你，孩子归我，你一次性付清他到成年为止的抚养费。离婚以后，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别出现在我们面前，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大道，我们两不相干。邓景明被一连串的话砸懵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就是要在他心里防线低的时候放大招，好为我们母女俩争取利益最大化，也别以后打着复婚的算盘。我就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身体一动不动的，仍然维持刚刚的动作，最后才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质问我：不是吧，江如，你有必要做得这么过分吗？你就真的这么冷血吗？那可是一条生命啊！现在这个情况，我没办法理解，也没办法改变他的想法，只能选择离婚。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离婚。我抬头瞥了眼他，这样的情况不是更好吗？你把所有财产都平分了，那你可支配的钱就更多了。那帮你妹妹的钱，你想掏多少就掏多少，不是吗？他没说话，捂着头，突然猛地跪下了。算我求求你了，那可是我亲妹呀，你怎么能让我见死不救呢？而我却没管他，转身进了女儿的房间睡觉。我以为女儿已经睡了，悄悄地脱了外衣，躺进她的被窝。没曾想过了良久，她才轻声问道：妈妈，你真的要跟爸爸离婚吗？妈妈，你会要我的，是吗？女儿的话让我心里闷闷的，愧疚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妈妈，我不要爸爸了，我把爸爸送给弟弟当爸爸，好不好？不由得让我感到一丝心酸。原来女儿察觉出了自己爸爸其实更喜欢表弟多一点呢。2个孩子从小见面次数很多，但怎么也玩不到一起。每次都是他爸想着要培养2个孩子的感情，美名其曰都是亲戚，以后有个好照应。一到周末就找他妹母子，2家子经常一起出去玩。不过小姑子的老公从不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经常抱孩子都是由邓景明来的。女儿小时候总是很羡慕爸爸能抱着弟弟，而他每次只能牵着妈妈的手。尽管爸爸每次跟他讲，弟弟比你小，你是姐姐呀，要懂事一点，他心里还是会感到委屈。每次家庭聚会都非常主动地给他妹和他侄子带礼物，尽管他妹每次聚会总是1分钱都不出，非常理所当然，但邓景明每次都没有任何怨言，还劝诫我说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得那么清。苗头原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种下了，
一切不过都是以小英大罢了。我抱着女儿，牵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她：没事的，妈妈永远会和你在一起。我们母女俩相视一笑，最后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任由对方的体温传到自己身上，就像两个小动物一样互相取暖。现在为了女儿，我必须振作起来，要为我的孩子争取到一切他该争取的。妈妈会永远保护你。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才发觉，父母、孩子、事业，哪一个都会排在丈夫前面，只有紧紧抓牢自己手中的利益才是真的。第二天，我特地请了个假，想着把所有事情先解决了。上司得知这个请假理由，愣了愣好一会儿，才说：恭喜你逃离婚姻的坟墓啊！看向我的眼神里燃起了满是想让我离婚后和他一起大干一场的熊熊欲望。我摇了摇头，怎么不算呢？上午回了趟娘家，不禁感慨出嫁前这里是我家，出嫁后却要变成娘家了。不过这里永远会是我的避风港。一进门，我妈妈就亲亲热热地把我迎了回去。我爸依旧是那副老样子，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看都没看我一眼。小老头倔强得很，好似不在意般张嘴说道：怎么舍得回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我妈连忙装作要去打他，扭头安慰我：没事妞妞，你知道的，你爸一直都是这副死样子，你别管他。家里氛围一片良好，酝酿了几下，我才开口对他们表达这次回来的原因。手机只跟我爸妈说回来吃顿饭，并没有说得太详细整件事情。爸妈，我决定跟邓景明离婚了。两人顿时愣在原地，也没有说话。我把整件事原原本本的经历都告诉了他们。我爸顿时就气得把报纸一扔，说要去收拾那个臭小子。我热泪盈眶地看着父母在我面前为我着急的样子，不仅感觉回到现在真好。上辈子我爸妈在房子卖掉了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木已成舟了，说再多话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次我妈就直接急得直骂邓景明，他把房子卖了，咱们小宝上学怎么办？他一个劲地想着别人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还管不管了？我连忙安慰梁老，表示下午就和他去协调离婚协议，然后走程序。我妈红着眼拉着我的手：妞妞，咱们就离婚，咱们不怕呀，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直到中午吃完饭才离开，现在回想起来，上一辈子拥有和邓景明孤注一掷的勇气去救他妹妹的孩子，完全要感谢我爸妈从小到大给的爱和支持。我以为一家人就是要相互扶持的，没想到有的人压根不值得我的付出，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家人对待。是我真正的家人，让我相信了家人永远是你的避风港。即使最后被邓景明一家背叛了，我也毫不怀疑这句话在我心目中的含金量，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对的人罢了。珍惜现在你爱的人。一出门就接到了邓景明的电话，我们下午就立刻去找昨天准备好的律师，起草协议签订。当离婚冷静期开始生效的时候，我才重新有了实感。以后我和女儿的新生活就是真的要开始了。说来幸运，虽然我们两家都是非常普通的工薪阶级，但是我们当初住的那套房子入手的时候行情非常好，直至现在已经翻了几倍。最后我和邓景明都收获了一笔不菲的钱，到最后领了离婚证，财产全部分割完毕，他就急匆匆地走了。兴许是有什么急事吧，我这样想着。过去的回忆烂在了过去，现在的我思绪不会再被他一举一动而牵引了。没曾想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却是因为他住院了。当时我和好友坐在咖啡厅里，颇为悠闲地享受着下午茶时光。
他全程见证了我和邓景明撕破脸的过程，还一直为我愤愤不平。他手里边搅着咖啡边对我说道：“你知道邓景明被打进医院了吗？”我摇了摇头。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关注过他们一家子的事了。每天生活和工作虽然都忙忙碌碌，但是却很充实。之后，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他被他妹妹打进了医院，语气里还带着些许的戏谑。挨打原因是因为他妹觉得他的钱给得太晚了，他侄子没抢救过来，最后还是去世了。邓芳婉当场就记恨上他了，把儿子去世的原因全都推到了邓景明身上。人在极度悲哀的情况下，通常会急需一个情绪出口发泄。听说邓芳婉当时还指着他哥的鼻子怒骂他为什么不早点把钱送过来，是不是压根就没真心治好他孩子的病云云之类的话。紧接着就在医院里面对他大打出手，一个没留神，他的脑子就被撞破了，吓得医院的人赶紧报了警。回想上一世，阴想着小东的病不能拖，我还好心的劝邓景明早些把房子脱手，别耽误孩子病情，甚至还动用上我朋友的关系将房子低价售卖，最后才早早的凑集到钱做手术，只是最后手术失败罢了。这一世小东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就去世了，真让人一阵唏嘘。虽然我怨恨上一次邓芳婉把我杀死，但孩子终究是无辜的，不能说做到完全不恨他。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能理解他发疯的原因。没有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是不疯的。这一世没有我为他抵挡怨气之后，苦果终究是由邓景明自己咽下了。没想到的是，邓景明过几天后就给我打电话，不过电话很含糊，只是说自己住院了，并没有说明住院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秉着看好戏的态度去医院探望了他。当他看见我拎着袋水果出现时，顿时满含热泪，仿佛我们几个世纪没见了一般，想抓我的手，我秒闪开了。他也没管，一个劲地说：“老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很想小宝，我们复婚吧。”脑子都伤成这样了，还能把算盘打得噼啪响，我也是真佩服的。邓景明，我今天来探望你，只是秉承着你是孩子的爸爸而已，离了就离了，陌生人都不如了，还谈什么复婚？我没管他的胡言乱语，上下打量着他身上的伤势，头被包起来了，看来是伤到了脑子。在这胡言乱语，全身上下看起来好像都有不少的伤处，看起来他妹打得他挺狠呢。不过这邓景明真就这么大方，就站在原地来挨揍吗？我怕自己最后想着笑出声，把话题岔开问他：“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他尴尬一笑，像是没想好说辞，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我抱着手靠在病房里的墙上，好笑地说：“是你妹打你的吧？”他撇过头去没说话，手指紧抓着被子。这回他是丢脸丢到家了，搞得自己妻离子散，还被自己亲爱的妹妹打进了医院。我只能说他真是活该。过了好一会，像是不想放弃，他又再次开口，这一次倒是学聪明了，开始打起感情牌来。我瞬间就被拉回了以前的回忆里。我和邓景明以前是大学同学，回想起来，我们曾经确实拥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时的两人还没有现在一样，染上一身的世俗气，还都非常纯真，每天生活得非常简单，却很快乐。下课后一起去食堂吃饭，晚饭后一起牵手在操场上散步消食。每周末我们都要一起骑自行车去公园约会，在日出前互相向对方许下要对对方好一辈子的承诺。那时的我俩每天都冒着甜蜜泡泡，完全没有想过当初那么相爱的我们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
所以呀，这爱还是不能当饭吃的。邓景明见到我，像是想起了以前美好的过去，感觉自己又有戏了，艰难地探出身子，想再次牵我的手。我往后一躲，他扑通一声地倒在了地上。我黑了脸，见他倒在地上，也没想扶他起来。你别想碰死我呀！我俩婚都离了，还是互相注意点影响比较好。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可置信一般看着我。我撇了撇嘴，依旧没有要管他的意思。如果现在是陌生人摔倒在我面前，我可能还会考虑要不要扶。如果是前夫，那就算了，扶了前面的，运气不好一点可能要赔钱；扶了后面那个，以后可能不仅要赔钱，还要把自己赔给他洗衣做饭，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他。他艰难地撑起身，往床上爬，背影活像被人踩扁的蟑螂一样落魄。我出于礼貌问：需不需要帮你叫护士过来帮忙？随口一说，谁也没当真，因为我知道邓景明在外人面前那就是面子大过天。他摇了摇头，一声不吭地自己回到床上。看他的狼狈样子，我差点没笑出来。看讨厌的人吃瘪，我就开心。他还想开口继续前面的话题，我直接摆手打断了他：别说了，我不想听。你现在打再多再好感情牌也没用，因为前面多甜蜜，后面就有多心酸。我给他洗衣做饭，生孩子，每天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到头来人家压根没把自己当一家人。过去脑子抽了就算了，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及时止损。邓景明，你以为以前我劳心劳力的为你，为我们家付出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贱，是因为我爱你。在你一次又一次的把我的爱意消磨光后，你就应该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头了。他是真心想挽留我吗？不见得，可能只是少了一个免费保姆为他忙上忙下，觉得很可惜罢了。如果身份互换，他指不定怎么踩我呢。在我心里，过去的美好如同阳光下的泡沫，你一抓它就会碎。所以有些回忆就让它留在过去好了。尴尬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他妈拿着饭佝偻着背走了进来，简直和我记忆里的他完全大变样。他的神情好像苍老了10岁，头上的银发冒出来不少。再一次感谢自己，幸好早早脱离了他们家这个泥潭。面前浑浊的一双眼见到我立马放光，热切的好像我是他什么很重要的人一般，和以前对待我的方式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小茹啊，你果然还是不忍心来看邓景明了。我就知道你们小两口就只是闹别扭罢了，离婚证都扯完了，还搁这儿说这些。离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离完图了再来打感情牌，未免有些好笑。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最近多累，多想我和女儿。我差点就想给他翻白眼了。他这是想我吗？是想我这个免费保姆罢了。说到最后还直接问我能不能照顾邓景明2、3天。看来这一家子的心眼可真不少啊。这邓景明的爸妈自己女儿闹得哥哥都离婚了，一声不吭，最后还有脸叫前媳妇回来伺候他们儿子。邓芳婉也是奇葩，自己哥哥为了救自己的孩子离婚卖房，最后只会弱弱地说感谢。邓景明更不用说，算盘都快打我脸上了，想着暂时先离着，以后等我心软了再复婚。没门！我假意地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指甲，不好意思，老太太，难道你儿子没有跟您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吗？而且我最近升了职，挺忙的，建议你们找个护工比较好呢。我扭头看向老太太，她脸上的神色像调色盘一样五颜六色地变换着，忽地感觉自己肚子里冒上来一股坏水。怎么你女儿打你儿子也不拦这些？她瞪大眼，
似乎是没想到我竟然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扭头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对着我讪笑道：“没有，只是邓景明他不小心在家摔了一跤罢了。”我挑了挑眉，看着他头上怎么也不像是摔的伤口，没说话，最后直接撂下一句：“我走了，你好好休息。”转身离开。仇人过得不好，我就开心。今晚带女儿去吃大餐，最近一直很忙。离婚后就是好事一桩接着一桩。我成功升职后还涨了工资，为了方便去哪都方便，就喜提新车。最后用离婚分到的钱，再加上我爸妈补贴一些，重新在附近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房子。不过只有我和女儿2个人一起住，整个家还颇为温馨。刚开始的时候，前夫一家人还轮流跑到女儿的学校蹲守她，我没多管，反正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没想到蹲了几天，还真被他们蹲到了。老太太紧抓着女儿的手，想劝她让我和她爸爸复婚，搜肠刮肚的想找以前一些温馨的回忆，却发现好像没有。最后简直就是女儿油盐不进，让爷爷奶奶回去好好照顾爸爸，还表示等爸爸以后老了，自己一定会抚养他的，别担心。当场老太太脸就黑了，站在人群里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还想当着大家面哭诉自己多不容易多可怜，道德绑架孩子，直接被小宝把他爸干的好事全都搂出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人一口唾沫，差点没把老太婆吐死。最后发现引起愤怒了，就一个人灰溜溜的逃走。听到女儿的复述，我差点没笑死。我也没管他们，给孩子老师打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刚刚在校门口的事，至于其他的，孩子自己有分寸就行。在一次从好友口中听到他们一家子的最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蛮久了。上一次给他妹妹把邓景明打进医院，闹得太大了，他妹还被抓了进去，最后还是他爸爸运作了很久才把人保释出来。在此过程中，邓芳婉的婆家觉得他疯疯的，扭着儿子和他离婚了。几重打击下，邓芳婉的精神状态愈发不好了。她被赶出来，又像结婚前那样重新搬回家住，但每天胡搅蛮缠，搅得家里每天都鸡飞蛋打。2个老人不仅要照顾医院里还未痊愈的儿子，还要应付家里生病的女儿，简直就是身心疲惫，苦不堪言。但没办法，当初自己不管教孩子造下的孽，现在就要自己还。意外就发生在有一天，邓景明妈妈在去给邓景明送饭，老人家交通意识淡薄，为了贪图快一点闯红灯，结果被飞驰而来的车撞倒，落了一个半身不遂。家里一下子住院了2个人，留在家里面的还是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女儿。他爸仿佛天要他，一整天手忙脚乱的，惹得全家怨气满满。他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毕竟平时家里大部分活都是由孩子他妈干的，他平时也只是充当一下隐形人罢了。于是乎动了歪脑筋，寻思着再找一个免费保姆帮他搭把手，丢下全家去了小区里的广场舞团队混了几天。只是一个不小心被人察觉了来意，最后身边的人群起而攻之，不知道被谁推到地上中风了。警察来了也没法调查，当时人太多了，监控压根没拍到，而且都是一群60、70岁的老爷爷老太太，象征性赔了点钱，这事就过去了。但一家子的名声在附近算是臭了。还没出院的邓景明被迫提前出院，捂着脑袋拖着病体开始弄他家的破事，又是一通电话。即使我早已经把邓景明的电话拉黑了，但他这次学精了，用的是家里的座机，我没细看就接了起来。救我，小江如快救我！
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了一阵闷哼声，紧接着是东西摔砸的声音，巴掌扇在皮肉上啪啪作响，吓得我赶忙用另一个手机报警。手机里的通话依旧没挂断，两人对峙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一个女生大声哭喊着：“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早点？”听起来像是邓芳婉的声音，我心中一惊，她这是病情加重了。打杂的声音倒是没再次响起，邓景明像是正拖着脚步慢慢靠近他，嘴里不停地安慰着他都是哥哥的错，如果我早点卖掉房子就好了。两人好似抱在一起哭泣。正当我松了一口气时，突然传来重物倒在地上的响声。邓景明起初也以为妹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在这场斗殴中，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防卫的状态，并不真的舍得对妹妹下死手。他需要妹妹振作起来，和他一起面对难关。在他倒下的那个瞬间前，他都是这么认为的。邓景明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时候，浑然没有发现怀里的邓芳婉早已停下哭泣。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身子被猛地往后一推，刚刚在混乱中被摔碎的玻璃瓶狠狠地扎进他的后脑勺。最后我听到的是电话那边邓芳婉大声地喊叫：“犯了错，那你就下去陪他吧。”这话让我毛孔耸立，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前世他将我推到车轮下之前也说过这句话。回想起当时的画面，我后背顿时冒起冷汗。最后我配合警方工作，接受询问，走完一定流程后，邓芳婉被判了刑，她却坚称自己有精神疾病，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终身监禁。我在邓景明下葬前去看了他，听到他哥要下葬时，他的神色没什么变化，依旧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我看了他许久，不知道你是真病还是假病，都要恭喜你以后要在这里住一辈子了。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扭曲，不过我却没心思管那么多了。等邓景明的葬礼结束，就是真正的新生活。那天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我举着黑伞遮挡住想要飘落在女儿身上的雨，小姑娘哭得一抽一抽的，身后为邓景明吊丧的人寥寥无几，他父母也还在病床上躺着。这次的一切事宜都是由他们家那边的亲戚安排的。走出墓园的时候，天突然晴了。此后，我和我的孩子会开启崭新的生活。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老公拿了全部积蓄去救重病的外甥女，还逼我爸拿出棺材本。可小姑子拿到钱后，却到我公司办丧事，害我失业，只因我拦着我爸卖房子。胜负老公骂我冷血，偷偷让女儿和外甥女进行骨髓移植。我离婚，他满不在乎地说，捐骨髓而已，至于离婚吗？最终，女儿死在了手术台上，我被小姑子烧死在家里。再睁眼，我回到了老公让我拿200万救人钱。梦梦呀，小乐喜欢你的项链，你能送给小乐吗？我不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小气的女儿？你姐姐生病了，一个项链而已，自己拿过来给我，别让我动手。女儿，老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被活活烧死的痛楚仿佛就在上一秒。女儿扎着2个可爱的丸子头，肥嘟嘟的脸被她爸爸凶了，十分委屈地看着我。妈妈，再次见到女儿，我掉下眼泪来，扑上前抱住了她。梦梦，老公周次面色不善，指责我，这孩子自私自利都是你惯的。女儿的项链是纯金的长命锁，是周岁的时候我已过世的妈妈送给女儿的，寓意平安长寿。女儿八字薄，她外婆在寺庙吃斋念佛1周后，才能请高人为长命锁赐福。上一世因为床上的外甥女看了喜欢，
老公就半哄骗半威胁着女儿送给了他。梦梦在我怀里钻出一个脑袋，带着哭音：“爸爸，你别骂妈妈，这是外婆送给我的，我可以把我所有项链和发饰送给小乐姐姐的。”梦梦如此懂事，周次的脸有些僵住，她看向病床上的小乐。得了败血症的小乐全身长满了脓包和血点，身上插着血管，说话软绵绵的，看着很可怜。舅舅，我就喜欢长命锁，我想好好活着。周次心疼，哄骗梦梦：“你先把你脖子上的给姐姐，爸爸以后重新给你买。难道你想要你姐姐死吗？”梦梦哭着挣开我的怀抱：“对不起，爸爸，乐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给你好了。”梦梦，咱不给。我紧紧抱住女儿，心疼到了极点，语气冰冷。什么叫不给长命锁？就是让小乐死。别说什么重新买，你再买10条100条都比不上我妈买的这一条。周次说：“你发什么疯？小乐都这样了，我不想在孩子面前跟你吵。既然如此，你就在这陪你的乐乐外甥女吧。”梦梦，妈妈带你出去玩。我撂下话，转身离开了医院。多待1秒，我就忍不住要对周次的恨意上去给他几巴掌解气了。晚上，女儿睡着后，周次才拎着炸鸡回家。老婆，我今天特意去买了梦梦最爱的炸鸡。今天下午确实是我说话重了，这炸鸡套餐今天我才带梦梦去吃了。小孩子喜欢套餐附赠的玩具，他把玩具给了病床上的外甥女，剩下的外甥女吃不了，就拿回来哄梦梦，倒是打得一手抠门好算盘。爸妈走得早，临走前嘱咐我照顾好妹妹，小时候条件不好，她好不容易到了享福的年纪，孩子突然得了坏血症。小乐多好一孩子啊，突然就这样了。我涂着脚趾甲，头也不抬。哦，小乐治病要200万，丈人前些天不是说他存了100多万？他就你一个女儿，又那么喜欢小孩子，你去跟他说说，让他把房子卖了，凑借200万给乐乐治病好不好？重活一次。听到这些话，我还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年，我和周次拼死拼活才攒了60万，他外甥女刚生病，就巴巴的全借出去了。想着他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小孩子在医院也可怜，我从没生过半分意见。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惦记上了我爸的房子和养老金。周次，换作是你，我爸生病要200万，你会拿得这么轻易吗？当然啊，都是一家人。上辈子我还真信了这句话，我爸心软，加上希望我俩不要因为这事夫妻感情受到影响，真的给了100万。小姑子拿了我爸的养老金和棺材本，却觉得不够，非要我爸把房子也卖了。这辈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犯糊涂了。我爸年纪大了，那100万存款我刚刚全给他买了保险。什么？周次站起身来，破音了。见他不信，我拿出手机里和我爸的聊天记录，还有今天委托人做的假保单。周次脸都绿了，深吸一口气：“你去跟爸讲，这些保险什么的都是假的，赶紧退了。”“哦，退不了。你什么态度啊？我去给丈人打电话，保险可以退，那房子可以贱卖。”“周次，你要点脸，那是我爸，你算什么东西？还想拿我爸的养老钱去治你外甥女的病？你以为钱是风吹来的吗？200万而已，至于吗？你害死的是一个7岁小孩呀！”脑海中又想起手术室前，我撕心裂肺，他和他妹妹不屑一顾的样子，不就是捐骨髓而已，至于吗？甚至孩子死在手术台上时，他们的眼里也只有醒来的外甥女。外甥女得知是我的女儿救了她，非但不感恩，还想要女儿死后的遗物。
什么7岁的孩子，分明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什么顶级圣父，眼里只有他那外甥女，气上心头。我抬手给周次一巴掌，他的脸红肿起来，拳头紧握，却仍然忍住脾气。老婆，我知道你是气我下午的行为，打我一巴掌也该消气了吧？瞧着敢怒不敢言的架势，还惦记着我爸的棺材本呢。我冷笑，没有，想让我消气，你先跪下自己抽自己20巴掌。周次嘴角抽动，不至于吧？我翻了个白眼，等着他抽。孩子还在呢，别吵醒了，醒了刚好，让梦梦也乐呵乐呵。房间安静的只剩我俩的呼吸。片刻后，周次跪在了地上，清脆的巴掌声回响在房间。1个、2个、3个、20个，许久，他才站起身来，咬着牙说：“够了吧？你快去劝丈人，乐乐等着救命呢。”我笑了笑，从抽屉里拿出离婚协议书。周次接过，气得脸色铁青，浑身散发着低气压。你什么意思？你该不会以为20个巴掌能抵200万吧？怎么，你是金子做的？离婚吧！你别想。他伸出手想把离婚协议书撕了，却被我一句话停住动作。你给你妹的那60万是婚内财产，我有权追回至少30万，就30万。你就这么小气吗？那钱可是小乐的治病钱。你大气，那你把那30万还给我。不过区30万而已，我上哪去找30万？我没说话。许久，周次签了字。都是普通人，他难道不知道钱有多难赚吗？倒是好意思把我爸养老的200万当风刮来的。我本想着离了婚，就与这糟心的一家子毫无关系了，谁知周次的小姑子竟还道德绑架到他前嫂子身上了。把梦梦带到我爸家后，我爸做了一大桌子菜。他是全天下最心善的人，当年大家都重男轻女，他却顶着压力，只生了我一个女儿。我妈死了几年，他也没再娶。他说只希望看见我幸福。上辈子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兜里连生病买药的钱都没有了，每天就着馒头吃咸菜，还骗我说老一辈吃这样的习惯了。要不是这房子是我爸妈最后的回忆，说不定他也早卖了。可小姑子不知感恩，竟上门辱骂我们一家。爸爸被气出高血压，他竟转身跑了。我爸没药，就那么孤零零地死在房间。我抱住爸嚎啕大哭，爸，对不起。宽厚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背，很担忧，别哭别哭，跟爸道什么歉呢？爸爸永远是你的后盾。情绪冷静后，我跟爸说了我和周次离婚的事，叮嘱他那一家子都是疯子，爸你千万不要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要让梦梦见。爸爸没有问我为什么，给我和梦梦一人加了一个鸡腿。好，都听你的。处理好一切后，我来到公司，快来看呐，这家公司的总监徐玉见死不救，年薪100万，却连1000块都不肯借给重病的侄女。我的孩子才7岁啊，刚上1年级，学会 OE， 他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去死啊！大喇叭循环播放，悲情的音乐传来。公司门口聚了一堆人，每个人手中、地面上都有海报。我捡起一看，上面一张大大的孩童的照片，身上长满脓包，是我那前外甥女。忽然有人大喊：“徐玉来了！”这就是那个石头心肠的舅妈妈。听说她本人年薪100万，家里更是富有的不行。当时娶她出彩礼都出了100多万，现在侄女管都不管。众人的目光聚在我身上，我面无表情地走进人群，地上铺着2副黑底白字的对联：见死不救，丧尽天良，六亲不认，猪狗不如，横幅。虚伪徐玉，小姑周叶妹跪在地上，一边哭丧，
一边烧纸钱，见到我后一直磕头。你也有孩子，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小乐见死不救？大家都是母亲，还是亲戚，你借我一点，对你来说只是一点，我一定会还你的，我求求你了。周围的指责声渐起。我的天，这女的还配当妈妈吗？她自己孩子得了病，看她能不能这样无动于衷？都是亲戚，怎么就不能帮一把了？是借又不是给，这人命关天，我看着都心急。周叶妹继续哭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医院说再不交钱，就要把小乐赶出去。我哥说了，他愿意都借给我，可是你把卡和孩子都带走了，我求求你了。周叶妹头上磕出血迹来，她这一出戏不仅是做给在场的人看的，还是给暗处的记者做素材，想借助舆论让我低头呢，和上辈子害我丢了工作，陷入舆论网络暴力一模一样的手段。上辈子的我傻傻的解释，说我刚升总监，工资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我爸拿出的100万已经是棺材本了。可是他们说，如果是棺材本，我怎么可能会全部拿给外甥女？我给的那100万不过是还的彩礼，归根到底，什么钱都没出。我说我嫁到他们家从没要过彩礼，甚至还贴了嫁妆，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这群人有的想借机把我拉下总监，有的圣母心肠，谁弱谁有理，有的纯属看热闹，重活一世。我明白了，他们不是真的匡扶正义，也不爱锄强扶弱，只是爱看戏，看我难堪罢了。对这种人，有一种快捷有效的处理方式：报警。警察到的时候，人已经散得大半了。周叶妹抱着对联，像个疯子般尖叫：“徐玉，你敢报警抓我？你怎么敢？我可是你小姑子，你就不怕回家之后我哥休了你吗？”真是没忍住，我在人民警察面前对周叶妹翻了个白眼。大姐，你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唯一吗？还有，我跟你哥已经离了，要说休也是我休了他才对。人民警察很有礼貌。女士，您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请随我们回一趟警局。看着暗处匆匆逃走的记者，我笑了笑。周叶妹，你想要的素材应该已经拍到了吧？这舆论风波你造的要是不够大，我可是要失望的。警局内，周次急匆匆地赶来，周叶妹扑进他怀里，哭着咒骂我：“周次，她可是我妹妹，你怎么敢报警？”我正襟危坐，维护社会治安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而且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乱咬人。我建议你这个哥哥也去打个狂犬疫苗。周次向警察说明了情况，念在他初犯没有造成什么严重损失，且女儿病危，警察叹了一口气，通融了。本来要拘留5日的，交500块的罚款。这样吧，把罚款交了，人就快些回去照顾女儿吧。孩子在医院这个情况，当妈妈要尽责呀。我没说话。拘留5日怎么够？我可是要他彻底进去。从派出所出来，被周次拉住：“老婆，我想梦梦了。梦梦还那么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会影响孩子成长的。女儿出生在外甥女之后，2个孩子都多病，她的眼里却只有外甥女，只因为她妹父死得早。她可怜她妹妹，从没尽过爸爸的职责的人。现在还好意思说完整的家庭这几个字？周次，你要是敢偷偷去见梦梦，我绝对把你们告得家破人亡。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我丢了的金首饰、玉镯子都去了谁那。周叶妹气，说谁呢？徐玉，你别得意，过不了几天，不，明天你就要痛哭流涕上赶着给我送钱。哥，我们走。第2天，我的名字冲到了新闻头条，标题是“身家千万，见死不救”。
视频里的周叶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中间剪辑着外甥女小乐凄惨的照片和录制的采访视频。小孩子面色憔悴，说话都有气无力。不要怪舅妈，舅妈从小就不喜欢我，我知道的。梦梦抢走我的东西，没有啊，我本来就要死了，那些漂亮的项链首饰也用不上了。我懒得看这令人作呕的表演，手机往下滑。凭什么身家千万就要给你治病啊？小孩子了不起呀，又不是我的女儿，神经！这条评论被置顶，底下的回复很多。果然有钱人不讲良心。当年我侄女生病，我还向外借了10万块帮忙，都是亲戚互相帮助，又怎么了？社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漠了？1000万拿100万出来会死吗？世界又不是抢，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啊！就我注意到那女的哥哥，也就是妇女的老公已经答应了吗？不过这男的估计在家也没啥话语权。要是有人在我公司这么闹，我能借钱才怪，真让人膈应的。楼上的，但凡是个正常人做出这样的事，都是被逼到绝境了吧？别的不说，有钱人是真冷血，说报警就报警，丝毫不顾念情分的。千万富豪、穷亲戚、重病的孩子，这话题永远不会过时。恰好这时，网上爆出我的一切信息：一线城市独生女，百强公司的总监。我的前夫本人爆料，千万资产来源不正，并且跟公司老总的关系匪浅。为了那个老公跟他离了婚，公司打来电话，你升任总监的事暂且搁置。还有，这次事件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声誉，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公司会向你起诉。见我迟迟没有发声，那些锄强扶弱的帖子却频频被删。网友的说法开始一边倒，大家最讨厌的剧本就是上位者滔天的权势，越是不让他们发声，他们就越要匡扶正义。这时，恰巧我爸的住址被爆了出来，墙壁上泼狗血，挂黑白遗照，手段层出不穷。这一场道德绑架的盛宴已经由家庭转向全社会。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开始疯狂地发泄老板压榨的憋屈、没钱的妒忌、社会底层的无力。这些藏在心底已久的情绪，让他们忽视了众多细节，自欺欺人，义正辞严地将我和我的家庭当作全社会的公敌。上一世，我爸被活活气死，是因为小姑子上门告知他这些真相，更是因为这些人的口诛笔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给爸打了个电话，爸，那个国外旅行团你和梦梦待的还舒不舒服？乖宝啊，梦梦玩得可开心了，我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咧，就是少了你。我眼睛一酸，说，爸，以后我会多陪陪你和梦梦一起出去玩的。挂掉电话，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告诉你，我收到了很多好心的捐助，不稀罕你那点破钱了。现在你要是想要祈求我的原谅，只有一种方法，带着你女儿到医院来，跪着向我道歉，并且让你女儿自愿捐赠骨髓。听说你爸高血压，你应该不想活活的把他气死吧？还有你女儿，小小年纪的，要是背上这样的事，以后怎么办哦？真是愚蠢又恶毒。他以为这场舆论风波早在他的掌握之中，不过是被资本玩弄的小丑罢了。他背后的传媒公司和我的竞争关系，我给我的上司打了个电话，顾总，您觉得这把火烧得够旺了吗？火旺了，可以开始烤羊了。第一天，我的私人账号开始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摆出证据，有周次和周叶妹说话的录音，银行开出的每月流水，证明我的资金只是个普通打工人，医院的账单以及监控，证实自外甥女重病以来，我曾多次出钱并请假在医院照顾，
家里外甥女欺负女儿，女儿反被爸爸教训的视频，更有周叶妹和传媒公司联系人摆庆功宴的视频。人心开始动摇，小肥羊们却仍然不相信，隔这么久做假证据去了吧？第二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只发出部分名单，所有在网络上诽谤、侮辱过我个人和家庭声誉的，请你们在3天内录制道歉视频，后附了近100张图片。第1章，起诉周叶妹女士入室抢劫，诽谤他人名誉，泄露他人隐私，公然侮辱他人，敲诈。第2章的名字换上了周次。第3章是传媒公司的法人代表。往后数章皆是在网络上谩骂、带节奏的人。一时间，没人再敢说话，但也没有人发道歉视频。雪山崩了，难道还能找到每一朵雪花不成？把自己的帖子、视频什么的删掉不就成了？想法很正常，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天我带着团队的人日夜不眠，就是在保存证据。这次那些躲在网络背后的小丑，我要全部揪出来。第3天又是几十张起诉书。第4天，网友慌了，纷纷录制道歉视频发在网上。周叶妹被判5年，因唯一的女儿重病，缓刑3年。周次因为没有明确发表侮辱性言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家公司股市动荡，被我们公司一举吞下。我也真正的坐稳了总监这个位置。尘埃落定后，我再去见了周叶妹，她不再趾高气扬，见到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跪下：“嫂子，我错了。”我挑了挑眉，看向站在一旁的周次，他撇开头，不看我。周叶妹开始哭着讲起故事来。当年我还有一个弟弟，得的也是败血症，这我倒是真不知道，也更不清楚。周叶妹现在跪着跟我讲故事是闹哪出？她就那么眼睁睁死在我们面前，全身感染，变成脓毒。同样的痛苦，我真的不想让我女儿再经历一次。败血症可以痊愈的，只要有钱，只要有钱就能救她的。如果你叫我来，是想再让我借钱，那就是纯属癫子的脑子里藏了个傻子。不，嫂子，我是来谢谢你的。你虽然没有借钱给我，但是没有你，也没有好心人捐给我那么多钱。小乐最近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一个心黑了的人真的会悔过吗？我不知道，但仍然耐着性子听了下去。我叫你来，是希望能报答你的。哦，其实我们的爸爸也是因为败血症去世的。周叶妹的爸爸、弟弟、女儿心上涌上不祥的预感。我看向周次，他羞愧地低头。是的，你没猜错。败血病是遗传病，我们家人都携带了。想起从小体弱的梦梦，眼前一黑，连声音都颤抖了。可是我们明明做过婚检，我做了假，怒上心头，我强行压制，身体都在发抖。周叶妹连忙开口，殷切的表情不似作假。所以你赶紧带梦梦做个检查吧，小乐在的医院最权威了。我可以帮你挂专家号。好字到了嘴边被憋了回去。虽然又急又气，可是我还是保留了一丝理智。这两人真有那么好心吗？如果不是真的好心，那又是为什么这么殷勤呢？我想起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外甥女的病没有一丝好转，甚至严重到要换骨髓的地步。也是在那时，周次亲手把自己的女儿送上黑心手术台进行骨髓移植。我的梦梦残破地死在了里面，外甥女却因此获得新生。之后，周叶妹为了防止我报警，把我活活烧死。我佯装不经意地问：“小乐的骨髓配型成功了吗？”“没呀。”“这不是。”周叶妹脱口而出，而后迅速反应过来。“嫂子，你在说什么呢？小乐好好的，
怎么会需要骨髓移植呢？周叶妹仍然跪在我面前，表情诚挚，仿佛真心悔过。周次站在一旁，神情晦涩不明。两人一齐劝我：嫂子，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一切，而且还有哥哥看着，你也辛苦了，这事就交给我们，为你赔罪行吗？为了梦梦好，你必须得把人送到医院来。妈了个巴子，我真是受不了，一脚踹了过去。周叶妹被我踹倒在地，周次往前走了几步，分明想动手，却忍住了。你发什么？干什么？想说发什么神经是吗？周叶妹，周次，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动梦梦一根手指头，我会不顾一切地弄死你们。梦梦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会害她？嫂子，我们是要带梦梦做检查呀，别他妈叫我嫂子。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沾上你们一家子的狗屎，又脏又贱。离开前听见两人的交流，我都说了，这疯婆子是没有良心的，你还非要我来求她，都怪你，都怪你。我要生气了。到家的时候，爸爸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我跟他说明缘由，他急得差点一口气喘不上来，我连忙给爸爸喂药，他才慢慢缓过神来。之前爸爸还觉得你和周次离婚有点可惜，没想到他竟然是个这样的杂种，眼睛一酸，我抱住爸爸，爸爸，有你真好，乖宝，别担心，等梦梦回来，我们立刻去医院做个检查，哪怕真的得了坏血症也没关系，爸爸有钱，大不了把房子买了。我松开爸爸，嗓音发颤，爸，梦梦不在家睡觉吗？哦，这孩子从国外玩完回来，想他小学的小伙伴了，我把他送去学校了。一瞬间晴天霹雳，我赶紧去了学校，却得知梦梦已经回了家。梦梦很乖，绝对不会一个人回去，一定是周次，只有他才能这样悄无声息地带走女儿。我朝着记忆中黑心作坊的位置赶去，却不受控制地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那黑心手术台为了省钱，连麻药都没给女儿打。我在手术台外面听见女儿凄惨的叫声，听见她无助地叫妈妈。我求周次，他说麻药太贵了，只买得起一个人的，捐个骨髓而已，忍忍就过去了。梦梦一向是个坚强的孩子，手术结束后，两人才松开我。我冲进去的时候，却只看见女儿如同掏空棉花的布娃娃，手指抓着床板，留下一条条血痕，一双大大的眼睛没了生气。捐骨髓并不会这样子，周次两人为了省钱，找了黑心作坊，活生生的把我女儿的器官全部掏空。可笑的是，为了封口，他们真的大发善心救了外甥女。更可笑的是，女儿死在了这里，她的爸爸却替凶手隐瞒。被火烧死的时候，我听见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哥哥，你是不是要夸夸我？你不敢做的事，我帮你做了。老婆，对不起，我不想坐牢。不得不说，这长命锁还挺有重量。怪不得小乐一直嚷嚷着想要呢。梦梦已经死了，这长命锁就给小乐吧，希望他这辈子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长大。走吧，回去庆祝吃蛋糕喽。三个人死了，三个凶手却开心吃蛋糕庆祝。到达黑心作坊的时候，我心中的恨意到达了极点。我从外面找了一块尖锐的石头。周次坐在楼梯上，在给周叶妹打电话：“你能不能快点？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还有，你找的靠不靠谱？这地方看着怪阴森的，别催了。小乐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离开那些仪器撑不了多久。我已经尽力了，地下2层的楼梯确实很黑。我脚步轻轻走到了周次的身旁。”在女儿充满泪水的眼中，手中的石头高高举起，然后用力地砸了上去。周次倒了下去，
我解开女儿身上的布条，把她嘴里的棉花拿出来，紧紧抱住她。女儿大哭：“妈妈，我怕。”“不怕不怕，妈妈来了，妈妈会保护你的。”我让女儿坐着，下去探了探周次的呼吸，没死，石头还在手中。女儿在楼上呼唤，不远处的房间传来声音：“怎么还没来？你管那么多干嘛？我们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了。”当4长2短的暗号响起，我们只管动手。那个7岁的小女孩呢？咱当真帮她治病啊？看心情。我没再下手，敲了敲门，带着女儿转身离去。走时听见疑惑的声音响起：“咦，7岁小女孩呢？管她呢？成年男性啊！算了，好歹是活的，能值些钱。”哄女儿睡着之后，我也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次日，在网上看着一则新闻，地下室起火，数人被活活烧死。据了解，该处是个隐藏的器官买卖窝点之一。我颤抖着翻着评论：“正道的光。”一般而言，我很善良，但是这群人死得好啊！老天开眼了，那里面还死了一对母女和一个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靠消息，这母女是找这黑心作坊移植骨髓的。至于为什么不走正规渠道，你们懂的。奉劝大家，违法犯罪的事，就算警察暂时没找到，老天也会出手的。笑死了，死了一窝恶人，爽啊！爸爸关掉我的手机，抱着我，拍打着我的背：“乖宝，不用怕，爸爸永远在你身后。”我嚎啕大哭。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生活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